蓝忘机拔出碧尘挡在魏无羡身前，只见山谷两旁、山壁之上、四面八方各个角落里钻出来许多人，约300来号，大多数穿着金星雪浪袍，也有其他服色的，皆是身背长弓，腰挎宝剑，满面警惕，全副武装，以山体和其他人为掩护，剑尖和剑尖尽数对准了3人。那只率先射向魏无羡的羽箭是为首一人射出的。定睛一看，那人身形高大，肤色微黑，面容俊朗，很是眼熟。金公子。蓝忘机默然道。金子勋看见蓝忘机略有诧异，行礼道：韩光君何故在此？与魏婴一同赴宴。蓝忘机抑扬顿挫道。金子勋听了冷笑一声，道：可惜不能如韩光君意了。为何？金子勋指向蓝忘机身后的魏无羡，满心恨意道：这你就得问问你身后的魏无羡了。说完，他猛地扯开了自己的衣领，咆哮道：千疮百孔咒！魏无羡，你好生恶毒，这般阴险歹毒的咒也敢下，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魏无羡听得一怔，即使明知会被当作是抵赖，他也必须问清楚，脱口道：为何是我下的？你明知故问，这样的邪魔歪道，就你这般心思狠毒的人会下了。我看韩光君也是受你蛊惑，不然一介名士怎会与一个贼子同行？魏无羡一时也是有了几分无奈，他如果真想杀了金子勋，那绝对有几百种方式杀了他，还有可能会光明正大的走到金陵台告诉所有人金子勋被他杀了，何必使这种阴招？可是今日魏无羡还是不想跟眼前这个疯子起冲突，不然收拾后事太麻烦，只能隐忍道：我若真想你死，会让你比现在难看1000倍。这句话彻底惹怒了金子勋，他大喝一声，万箭齐发，碧尘旋出一道耀眼光芒，尽数挡去利箭。温宁也发出一声怒吼，猛地冲向人群，撞翻了一堆人。魏婴，护好银铃！现在只需在金子轩到来前护住魏无羡和他手中的银铃就行了。温宁在前方以一挡百，杀得昏天黑地。金子勋听到蓝忘机说的话后冷笑道：魏无羡，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能参加阿玲的满月宴吧？装着银铃的檀木盒被魏无羡小心收好，他沉着脸一字一句道：我魏无羡收到金家邀请，参加金陵小公子的满月宴，去不去，可轮不到你掺和。正在双方焦灼之时，一个声音喝道：都住手！一个白衣身影轻飘飘地跃下山谷，挡在了魏无羡和金子勋之间。金子勋一看来人，失声道：子轩，你怎么来了？金子轩一手扶在腰间剑柄上，怒道：你说我来干什么？蓝忘机见金子轩已到，立刻将魏无羡推向他，还低声嘱咐道：一定要顺利将银铃送到金小公子手里，这里我稳着。魏无羡和金子轩都诧异地看着他，可蓝忘机没时间解释了，温宁已经有暴走的倾向了，他只能喊一声：快走！金子轩回过神来，赶忙将呆滞的魏无羡拉上碎华往金陵台飞。蓝忘机看着天上消失了的背影，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，转身便从乾坤袋里祭出忘机琴，欲弹一首清新音，安抚暴走的温宁。金子轩赶到金陵台入口时，江燕离抱着孩子在那等着自家夫君和弟弟。碎华刚落地，魏无羡便疾步走向江燕离。师姐，哎，羡今日穿得真好看，如兰看见舅舅都欢喜得不得了呢。江燕离看着眼前许久未见的弟弟，一阵嘘寒问暖。金子轩刚收好碧尘，竟然意外地听见了一句姐夫，他愣愣地看向满眼笑意的魏无羡，一时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魏无羡从怀中掏出银铃，放到婴儿手里，似乎是银铃清脆的响声吸引了小金铃，竟逗得他咯咯笑。刹那间，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。魏无羡一怔，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，他做到了。安静的空间里，只有一阵子清脆悦耳的铃声响着。魏无羡向静止的金子轩夫妇行了个大礼，道：二位珍重，我要去找蓝湛了。蓝湛？魏无羡猛地惊醒，入目地是净室里的摆设，当初二人带回来的香炉刚熄了最后一缕烟，一旁的蓝忘机也悠悠转醒。蓝湛，我们回来了。魏无羡笑着抱住了蓝忘机。回来了。两人紧紧相拥。不公平啊，为什么就我失了记忆？哎，不对，你之前也是。
还变成了小团子。蓝湛蓝湛，再叫声漂亮哥哥听。兜兜转转，终是圆了半生遗憾，二人皆为梦中人。但现在他们的路还很长，可以相伴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到白头。